老实说，我是完全零了解。不是这个是 A17晶片的限制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奇怪，问别的厂商用的晶片比你烂，然后可以有这个功能，对，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然后，看不出来，充电孔在哪里？你刚刚悄悄是打开的意思啊？我以为它会打开啊。开了。有没有？这个隐藏的不错还是你按一下。哦，好，我们今天就来特斯拉的展间，他们现在这边新的 Model Y， 那这个3都放在这边。那上次我们去看他们新 Model Y 展示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在现场看到3的时候，觉得非常有兴趣，然后就有预约他们来试驾，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实际来比较一下它3跟Y 的差别。那我自己刚好也还没有开过焕新3，因为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很好，它的价格啊什么现货车都很多，所以我想比较一下，就是开起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那是不是一定要买到 Y？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来宾，他也跟我一起来体验。那他算是特斯拉小白，我觉得说有这个机会，我来试驾新的3，我来顺便请他一起来体验，然后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些这些特斯拉车型的差距。好，我们就欢迎他一起来，大家看我们的特别来宾。没有，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这边，第一次来，觉得很大，对不对？我第一次进来特斯拉的展间。OK， 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有美式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在内湖厂嘛 ，OK， 所以它外面那些的红砖啊这些东西看起来、真的好像1比1搬过来的感觉。对。好，那你对特斯拉真的就是，老实说，我是完全零了解 ，OK。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拍片，我想说还是要你知道有一点 respect 一下，我稍微有去了解一下各个 model， 要不然我在今天之前我是连特斯拉有什么 model 我都不知道。因为你是做3C 相关的，然后还有这些相机啊、旅游什么，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能跟你来慢慢来讲这些东西，来讲这个车，来慢慢去解释，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我蛮期待说你自己体验过后，你的反应、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先上车啦，然后我们可以慢慢大概来讲一下他们的差异，然后从那边开始，然后再去开车上面的体验。OK， 好，我们开始吧。哇哦！我第一次做白内装，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宽敞。虽然说外面看起来很小一台，外面看起来像小车的感觉嘛。对。我人生中只做过一次特斯拉 ，OK， 就是某一次机场接送的时候要去机场，然后那个老板就开了特斯拉来接，那是我唯一一次。然后是哪一台记得吗？3或 Y 也不知道。那这台就是焕新3，那其实里面的设计语言跟它全新的这个 Y 算是蛮类似的。那其实我们现在，我觉得特斯拉在台湾主要就4个车型，那3跟 Y 就是比较入门的，然后一个轿车型，一个像是小 SUV 中 SUV 的感觉。你可能比较懂宾士，那可能我们就讲就像是 C Class 跟 GLC 的这种感觉，1秒就懂，对不对？1秒就懂，对不对？这种感觉。但3跟 Y 他们自己也有分等级啊，他们就划分的方式就是。它的电池的大小，然后后轮驱动、全轮驱动，那还有一个 P 版本。P 版本你就把它想成宾士什么5啊、43啊、AMG 系列，对，那种最高速啊，那种最运动感觉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开的就是个3，然后我们是中间的 Long Range 的版本。对，那这个也是可以去对标我在 Y 定的，也是算是 Long Range 的版本。OK，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我们排档的话，就是你要进档的话，直接在荧幕上面滑啊，直接这样开始。对，就这样上滑就是前进，然后下滑就是后退，所以没有那个没有 gear， 没有，对，像新的就没有，也没有，对，它就是这样子。然后 P 的话就是直接按，所以我们直接开始的话就是这样走。他自己对环境的理解啦，其实你做 U-turn 的时候，他会自己帮你换挡，这个我自己还没体验过，但是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子。所以他们为什么觉得说不需要排档杆？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应该聪明到知道说你现在要干嘛，很直觉的，就是直接踩油就对了。对。所以这个你就一定要用它的系统，就导航的话，你不能连 AirPlay 或者是没有办法。对，他们有一种 hack 啊，就你可能装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可以让他用一个网站的方式，可能那个就不是他们官方的。那种方式去连什么 CarPlay， 这个电量是代表说是你的汽车的电量，对不对？84%，对，没错。你要打方向，对，它就变成这样，在旁边。但是听说现在的 Y 是有加回来那个拨杆，新的 Y 就变成一个是改回实体拨杆，因为他们说有时候在转向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要怎么按，对，你要怎么去按，或者说什么按哪一边。确实是。他们本来的想法是说，理论上他也知道你现在要转哪，所以他自己帮你
就未来啊，可能它的期待是自动驾驶，你根本也不用。所以它会自动帮你打方向灯。我也必须说，我在体验过自动驾驶后，我蛮同意，就是说你可能真的也不需要管这些东西，因为它的自动驾驶真的就是这么的强。你说自动驾驶的部分是全自动驾驶 FSD 的那个等级对，目前台湾没有办法。台湾没有，我们上次去北京的时候，然后我真的觉得体验过后真的不可思议。什么时候台湾才可以上路啊？我觉得或许快可以很快啊，对不对？有时候要不要而已嘛，对不对？要不要而已。而且他如果只是说先让你是进行测试的版本，跟真我一样，那其实也可以啊。然后这边这个镜头，对不对？左右它就会有，这边就这个，然后左边就另外一个。它这个会，比如说有一个数线在，比如说你要多少以下才可以开启这个镜头？不会啊。对，在高速公路你按这个要换挡，马自达有数线限制。它的目的只是让你可以停车的时候好看一下周围，那你不能看其他东西，怕你分心这样子嘛。现在新的 S 跟 X 他们的更新，因为他们前面有一个仪表板荧幕。对你没有没有，那个是只有 S 跟 X 有，就比较高规的版本。他们现在把这个观看镜头也放在这个上面，所以变成说你按要向左转的时候，它就向左边显示出来，然后右转的时候向右边显示出来。所以你看他们随时一直有在 update 更新他们软体，然后就可能跟随大家使用上的这些体验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所以特斯拉是一个很常在 OTA 新的功能下来的一家品牌，而且就是 OTA 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会让你把很多新功能下放到可能你买了2-3年、3-4年、4-5年的车，像手机这样子。那只要他们硬体上面可以支援的话，他们不会刻意去阻挡这个部分。我们举例像 iPhone， 对不对？有一些新的什么摄影功能，你会觉得说，这明明好像不是硬体限制，对，他就为了要你去买新的，他就这样。不是这个是 A17晶片的限制这样。对，然后就觉得说，奇怪，我们别的厂商用的晶片比你烂，然后可以有这个功能，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特斯拉我觉得蛮多，就是他们只要硬体符合到他们的标准，做到他们就给你。你现在初步起来，你觉得怎么样？坐起来的感觉？目前以乘客的视角来说，我觉得还算相当舒适、平稳。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一整片的透光的这叫什么天窗吗？但它没有办法打开，对不对？没有办法打开，它就是一个整片这样。对，一整面的玻璃。目前初坐起来的感觉，我觉得焕新3真的对比旧的3避震或者它的隔音上面，很明显感觉到它的进步。我现在是第一次坐，但我没有觉得它的隔音有不好，因为已经进步了。这一代已经进步了。以前是比较能够听得到外面的声音。对，其实光旧款的 Y， 我自己先前在试驾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比我自己本来在开的车啦，我会以为好像窗户没有关好。就是一直要拨一下。我就说，奇怪，是我怎么没有关好？怎么旁边的骑机车的人讲电话，我就听得很清楚那种感觉。但他们说中间小改款其实就是有去改进这些部分啊，但因为我当初试的 Y 就是3年前，不过现在新款的 Y 跟这个一样，我觉得整个隔音进步是非常的明显。另外一个蛮神奇的体验是，我现在的背部好凉哦。背部很凉，对，我们有开那个通风座椅。这是选配吗？还是标配？这个是标配，对，他们标配基本上买到什么等级都有。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是开 SUV 嘛，因为我需要载器材啊什么的，很习惯性的视角都是一个比较高的视角，所以你也习惯不管是坐或是开的那种车里面的。我很少会坐在乘客的地方。大部分时间都是司机命，都是在自己在开车，所以即使他使用的是自己的地图，但是他还是一样可以看得到有没有哪里有塞车啊这些东西。对，我觉得他图资上面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在这一部分跟 Google 或跟什么有合作吧。对，这个算是预估电量，对不对？就是预估你抵达目的地之后可能会剩下76%的电量。对，因为我自己一直不敢尝试电动车。可能我比较传统一点，你看有些东西我可以走得很前面，手机什么我可能会尝试新的，但是汽车我永远都会卡在一个就是有一点传统的观念，我一直很担心充电的问题。你觉得你开油车就是今天没有，你就是我大不了就是对啊，2-3分钟加个油就好，而且加油站到处都是。但是我就一直很担心是不是要找充电桩啊？哪里有没有的充电？里程焦虑啊。对，像我们用手机会一直担心电量，觉得说不想要开车，好像可能会碰到一样的状况。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会有里程焦虑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开过电动车。对，我是蛮好奇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平常像加油站是很快嘛，那如果真的
换电之后，我会不会变成有时间要安排出来专门去充电？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用传统的吸尘器，我们是有线的方式，你可以无线一直吸。可是当我们换到 Dyson 了之后，它是无线的，你可能一次初期的时候续航力只有20分钟的时候 ，OK， 那你就要改变你的清洁打扫习惯，你可能就不是一次过打扫整个房子，而是区域性的去打扫。但是也有人告诉我说，他觉得开电动车之后，他有一些行为上面的改变，让他有时间在充电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那里的风景啊，或不一样的体验，让生活步调慢下来。还有一点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台湾的环境它不像在美国这样子，很多人是住在一个 house 里面的，像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算比较老的 apartment 的一种，所以我们楼下的停车场不是你想要装车充就可以装，跟我一样，对啊，我家没办法装啊。可是我也有看到，比如说我同事以前的同事，他们家是买竹北那里新的大楼，然后他们下面是都已经内建好所有的充电桩，全部都已经架构好，就是在里面有一整区啊。对，然后就是使用者付费嘛。今天住户谁开特斯拉，或者是谁开电车，想去充就充啊，你就使用者付费。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就大家就不会去争说谁要新装什么。对，先架构好这样子的。其实我前年本来要买 Model X， 我住的地方本来说可以装充电桩，我说好，那我就定来做开箱什么这样子。就后来 Model X 啊 ，X， 然后那个可以开翅膀，台湾那个新改版刚出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管委会版说可以，但后来又突然说不行。当初就想就说啊，那反正可能就是再看看怎么样。现在让你下定决心定 Y 的原因是，我觉得因为它刚好是新改版，自己可能比较在意先前 Y 的一些劣势的地方，你说像是避震，还有它的静音程度，我觉得刚好这一代都解决了。然后又是一个新款的车子，我就觉得说好像新出来买新的这个新的样子至少感觉起来可以帅久一点。于公于私都是，对。但是当然主要我这台车还是用我们就体验这个产品的这种角度去买它，工作的角度，对，为自己谋私这样。对，没错，就自己当然就是很喜欢，要找很多理由让自己说服说怎么花这个200万去买这个东西。工作上面我们本来做3C，就是做这些开箱的，也应该要去体验、去理解，不能总是只跟他们借个几天，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懂嘛，对不对？也开了1年啊2年，分享这些体验，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会有差距的。就像我们 iPhone 刚开箱的时候，对，觉得新功能很赞，那个相机按钮你还有在用吗？没有，完全我也没有，对，我从来没有。一开始我也真的觉得很酷啊，我觉得说它的触控很好啊，就是它的 haptic 回馈的很特别，哇，这个真的苹果做的很细腻。但是你实际长期哇，我真的就没有在用，完全没有。但是 Action Button 我反而是蛮常用的 Action Button， 对，因为它可以设定不同的转向，对，很简约，其实它的设计。然后你也看得出来，它其实有在某些地方用心，比如说这种有点像 Alcantara 的这种材质在这里，然后冷气的出风口也是让我蛮意外的一种设计。然后你看，等于说你可以去调它的位置，它是在触控萤幕上面调。对啊，这个可以打开。它就完全我们用3C 的这种思维，它就把它放在上面。现在这边好像还没有，但是再来软体更新会有，它会变成有像那种，因为现在新的 Y 已经有了，那边有像那种家中大厅的冷气那种，它可以自动左右跟上下走。现在不能够自动左右，新的 Y 有，新的 Y 可以。对，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软体更新后就可以加进来这种。所以那很棒哎。对，我就不会一直集中一直吹一个点。对，然后你又像我们以前旧冷气啊，有时候觉得热你就集中吹一个点，对不对？那有时候手要去调一下，对，你要一直去动。现在它那个可以去调风向的功能，我自己体验过后，我觉得我就真的不会去碰它。我喜欢它可以随时我想要放大地图、缩小地图都可以直接操控，因为我现在自己使用的是用那个 CarPlay 或者是 Android Auto。我就要去找到那个地方，它又不让你在行车的时候可以直接用萤幕。对，所以我就要一直转那个转盘，然后转到那个地方，然后再按加放大，减缩小。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想要你行车的时候不要分心，所以他们锁住一些使用方式。对，但是反而让你更困难的去操控。对，没错。反而让你更分心。没错，就超奇怪的。这个平板的触控方式也是我目前使用过，应该是排名前3名的，在车子上面的这种触控是很灵活的，真的是像手机一样的。所以如果是 Model S 的话，像这些地方的设计会
更高阶一点嘛。对，整个我觉得看起来更高阶一点。但是他们同时也会说啊，比如说像 X， 你说300多万起跳的车子，你今天如果同级去看到更高级的双 B 或什么，那可能大家觉得还是还不到那里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不冲突啊，它其实可以两个同时嘛。电脑车机也做得很好，舒适度也对，舒适度跟高级感，那种材质选用的部分也可以做到。就是对。那所以你刚刚亲眼看到焕新3跟全新 Y，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哈，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选 Y。可是是因为车型吗？对，车型是一部分，然后另外是前面的那个像 Cybertruck 这样子的灯，你蛮喜欢那个。对，刚配银色的有没有像那个钢铁人的那种感觉？对，它就少一个红色点缀这样子。对。然后车尾灯也帅啊，就是很特殊的一种间接照明的方式。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它的 Y 等于算是全新去设计它的外形跟3拆开来，因为它就是全世界卖的最好的一代车。对，我查资料的时候，我有发现，它竟然是去年是不是 Model Y 这个系列是全世界车型卖的最好，超越 Toyota Corolla。对，所有车型我傻眼，我想任何轿车、卡车什么所有车都是卖最好的一台车。我说怎么可能？不可思议，对不对？对，他们在设计那台车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这台车太重要了。所以他们就完全把它全新去单独拉开来。对啊，那其实我们现在我自己个人来讲啦，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焕新3的外形。那虽然新 Y 就是很多那种亮点，但我觉得因为车型来讲，就这个车头讲，我觉得它的线条感觉起来，我自己是比较偏好这一块。当然我自己也是需要空间，再加人狗啊什么，我必须要选大一点的车。但我觉得如果现在我会觉得说，也不会建议大家说一定就是直接是看 Y， 或它的入门价格，就是不管今天是哪一款式，它至少就是便宜20万到30万间，因为它出的时间也比较久嘛。所以它现在可能现货车啊什么都已经有了优惠了，是不是？对，就是它什么那种利率非常低啊，那你现货车你又可以直接去挑，就你也不用等。所以现在要订 Y 的话，你可能要等9月期的啊，或12月期的这样子。对，那3的话，你订的话就可以直接有。我觉得它就像手机，你即使买到最入门的 Y， 然后最入门的3，它还是一个里面使用这个 hardware 的等级，这 AI 的等级，基本上跟你买到可能最贵的 Y 得到的都是一样。就像辅助驾驶、自动驾驶这些，我们刚刚操控这些很顺畅的这种感觉，基本上你今天买一个最入门的，可能170多万的3，你得到的还是一样的感觉。了解，就看你要不要去加购那一些 enhanced 的 autopilot 这些功能。对。那这些其实你买哪一个版本的车加上去都是一样的价格，11万啊，或全自动驾驶多少钱这样加上去。对，这也是特斯拉最大的亮点功能嘛，就是在它的软体的这个部分。对啊。那如果说这个部分也都一样的话，那你要考虑要3还是要 Y 之间的话，对，就是纯粹考虑它的外形你喜不喜欢，它的功能性、空间感是不是你所需要的这样子。然后其实像比如说它现在也3个版本都有嘛，它的后驱版本，然后 long range 版本，然后还有 P 版本，所以3个版本都可以选。你说 Model 3也有 P 版本啊？对。那所以 Y 的话还没出，可能还要在半年1年左右。所以4款特斯拉的车型都会有 P 版，在 S 跟 X 上面他们叫做 Plaid 嘛，对不对？然后在3跟 Y 他们叫做 Performance， 对。哦，真的 Performance， 性能版。性能版 ，OK。好，那因为刚刚都是我开嘛，那我觉得坐的感觉跟开的感觉又不太一样，所以看要不要，如果你想的话，我开吗？真的假的？对，体验看看什么感觉？可以哦。然后看开起来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觉得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大家分享，你第一次开特斯拉，然后体验怎么样？哇，第一次就献给你了。对，好，那我们就上车吧。人生中第一次开特斯拉，好，是从这边嘛？对，这个向上滑，往上 ，OK。对，它就是 drive。进入开车的模式，方向灯在这里，要用按钮的方式。对，然后导航设定好了，开回去33公里，应该是蛮好体验这个整个模式体验。可以，看怎么样？它整个给人的回馈感，我刚刚一踩一点点的油门，马上你就会感觉到电车那种很及时，完全没有 turbo lag 的那种感觉。这也是我坐在乘客端体验这个
焕新3的这种感觉。对，我们刚刚都把椅子调到很后面，但是我发现后座其实位置还不错，还蛮舒服的脚的空间还蛮多。对，但我私心想许愿的就是，以我自己的角度来去出发的话，我会觉得说 Model Y 比较符合我的需求，因为是 SUV 嘛。对。但是我会希望它后面不是压背的版本，不是 Coupe 这样子的感觉。啊。对，可以让我承载更多的东西，但这就会影响到它的整体品牌的设计美学。后面有点太 Coupe 的那种感觉。对对，有压背嘛。啊，我就是会觉得器材可能会装比较少一点。如果你今天都要买一样的车型，就想要可以越多空间越好。当然，还有那个 front 啊。front 对，还有 front 可以放。这个应该不能养鱼了吧？只有 Y 可以养鱼，对不对 ？Y 有那个漏水孔，对，所以你不让它漏水就可以放冰块。对。我如果开来这条路的话，就是来潜水，我就可以里面放一些汽水啊、冰拿铁啊。对。那我打方向灯，它会帮我变换车道吗？会啊。对。有而且它还看得到啊，及时的胃口被养掉。你看第一次做就直接做好的，做到好，你就不会想要回去买旧的。我还有一点很在意的是音响，因为我买的那一台是跟 Bose 有联名的一个 Sport 款。OK， 然后我真的后来觉得我庆幸我有买那一台，就是有 Bose 的喇叭的，因为没有 Bose 的真的差很多。特斯拉的音响怎么样？其实是不错的，我自己觉得是不错。我觉得我这样讲不知道是好还不好啦，就是有点像 AirPods。它是比较中性的吗？多边形战士，对。我觉得蛮中性的，它给的就是没有特别的感觉，说像 Bose 的比较偏重低音的感觉，对。但是它就是比较平平的，但是你可以自己去制定你喜欢的 EQ。对，我觉得它的音响就是整体表现，至少我觉得不会像说有一些车就是很标配那种感觉，就是好像糊糊的啊，没有很清晰。对，我最怕这一种。对，那至少它是很清晰的，那你可以再去调一些自己的性格出来。现在我大概开了多少？20分钟，我蛮熟悉单踏板模式了，就觉得还蛮能驾驭了。对，蛮能驾驭。我有稍微比价一下美国的售价、大陆的售价，对，跟台湾的售价，确实好像会稍微高一点点。台湾就跟英国一样贵啊。对啊，某方面来讲，台湾就真的也是我们讲歪了，它也是从德国进口，对不对？英国也是，就刚好就跟英国一样贵。当然，如果要单说特斯拉，也不是，就是台湾的每一样车，进口车，每一个进口车都很贵。现在就等下可以去充个电，现在我们开到60嘛，对，60%，等下60充到80。小细节，它不是只有侦测到车子，它刚刚连它打的方向灯，它也会显示在这里，对，这很有趣。然后我的车，这个我们嘛，对，你的灯它有显示在上面，可以放大，你还可以转，我觉得它可以。不错，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好玩的小东西，就是对我们这种玩3C 的人，真的就是，对我真的觉得，对，它有一种玩手机跟平板的即视感在。好，我们现在刚开到后来剩你开30分钟，差不多，现在剩60%，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就是用这个充电200，这个算快充嘛，对不对？蛮快的，蛮快的，对。好，我们来充一下，就是从60充到80看看，然后我们等一下充完也去玩一些它的，对，就是你好像，你虽然需要充电，但你停车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可以看 YouTube， 然后玩一些，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好，我们就来看一下。那我们就找这种第三方的啦。那这个是绿洲 EV Oasis。那我这边已经有它的 App， 那基本上这边我就选这个 QR code。应该就是这样就好了吧？扫描它就扫到。对，然后这边已经有绑定我的信用卡什么之类的。对，我可以说开始充电。给他5卡。对，好，试试看。可以拿了。然后。看不出来，充电孔在哪里？你刚刚悄悄是打开的意思啊？我以为它会打开啊。开了。有没有？这个隐藏的不错还是你按一下。少唬我。所以我现在直接插进去就好了。对。OK， 已经充电了。所以其实很简单。我就直接这样扫码，然后。这样就开始变绿色了，对，闪烁的绿灯。然后我们现在是3.39，然后我们可以坐进去，然后你可以玩东西这样子。好，它现在的功率59千瓦，能量交流电，算蛮快的。算蛮快的。
153.8 A 电流。对，去里面看。好。哎，他写剩余20分钟，哎，意思是说他会帮你去预估要冲到80%的时候，大概是多少？因为我们这边就可以限定嘛。说冲到80%，那可能你拉到90的话，还有25分钟，89。可以把它拉到80。这里也都会显示降到20。对，我觉得很棒，就有很多配件，因为我看过超多是这种，它是直接外接到这边，它可能就是外面有个收纳的，然后你可以转出来。然后它就有一个像是 Maxit 可以挂在这边。那我还看到它有一个充苹果手表跟手机的，所以就是它的配件种类真的是超多，而且它会设计感会做的很接近它，很融入感的感觉，很融入感。所以你平常不要它可以整个收起来。然后，但它的线也就是我记得它有一个方式就可以从线里面这样长过来这样。然后我还看过一款是，就是它这个萤幕它可以加装一块东西在后面，然后它后面可以装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哇！所以就是我觉得它的配件群真的很广，很好用。反正你的特斯拉 Y 快来了嘛？对。各个 Tesla 的配件厂商业配知道找谁了吗？谢谢。很需要。现成的在这里。现成的，对，你们有什么想推的啊？对不对？我们苹果相关的。苹果用户跟特斯拉用户，其实我觉得它的交错性还蛮强的。对，我们现在聊聊天也 OK 啦，就是有一点时间可以打发一下，或者是通常充电的地方，我印象中我自己的感觉都是跟百货公司啊，还是什么地方结合在一起。对，我可能下去买个牛奶啊，买个日常用品啊，对，吃个饭。像我这边旁边就有很多吃的嘛，然后再走过去就有 Costco，所以可能来逛逛就走过去这样子。但这样子就。停车是不用钱，因为我在充电中，对不对？这边好像，因为这边也没办法收你钱嘛，就是充电费。但百货公司的话，是你下去停车的话，是停车的费用需要算钱。卖场的停车场都还是慢充，所以他们会结合在停车费，卖场不用钱。然后现在有一些卖场开始有快充的时候，就是停车费跟快充费是分开这样子，但是都会计费。但是你可能充几百块或几千块可以折停车费之类的。或许对这个对那个就不一样。不管怎么样，它充电的费用都比加油便宜嘛。要看当下的那个费率到底是多少。如果你是尖峰时间的话，尖峰跟离峰时间还有分哦，费率不一样。对，会有差。他可能会希望你可能在晚上9点之后啊，或者什么早上6点之前啊 ，make sense 啊，因为我们家的电费也是有离峰跟尖峰时间。对，好，那你现在今天第一次，不管是体验特斯拉的车，或是乘坐跟自己驾驶，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它会红是有它的理由在的。真的吗？因为我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有接触到特斯拉，毕竟我们在这个科技圈子里面嘛，其实国外的 YouTuber 们很早就在开特斯拉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有兴趣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也比较难有机会可以接触得到，然后自己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可以去买一台特斯拉，所以就是相关的功课就是也做的比较少，就没有特别去研究。但是后来我觉得这几年下来，电动车的市场真的是越来越高，那自己YouTube的频道在经营啊，什么也比较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各个品牌的车子，那也包含了他们的电动车。我自己觉得电动车真的就是未来的市场。那我自己需要考虑的点就是在台湾开的话，里程会不会焦虑这件事情。虽然这个已经被绝大部分的电动车的车主辟谣说，这真的不会有什么里程焦虑，也有千百种的方式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那第二个，我对于特斯拉的期待就是希望它有一天在台湾是真的可以完全的去解锁 FSD 的这个全自动驾驶。这是我一开始对于特斯拉的最刻板的印象，就是特斯拉是在自动驾驶这一块好像是先驱，他们先开启的，然后各家现在也是在这个方向非常的在努力当中嘛。但是这一次我实际开的时候，我对各个方面其实都乘坐的舒适感啊，然后它的隔音啊，车上的娱乐系统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还不错。然后尤其是对 YouTuber 来说，这边的这个透光真的非常的好，我根本不需要再打不用再吸一个光，对，我就直接在那边拍片，真的是很舒适的一个体验。然后在车子上面，你看我们刚刚可以在餐厅吃完饭要出来之前，先预冷我们的车子，对。但就是差在唯一的一点，就是跟我在看的国外的 YouTuber 的影片上面的差距，就是没有全自动驾驶这件事情上面。但是这个就是法规上面的限制啦，还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驾驶习惯，所以当电动车要进化到那一步的时候，
除了法规之外，它还需要很大量的资料去训练这个自驾系统，可以符合当地人的开车习惯。对，然后再加上台湾特殊的交通环境，还有机车啊、很多行人啊、脚踏车啊这些路化的方式，什么标识这些其实都还是。但是我相信第一步还是要先从法规开启。对，法规上了之后，这些系统才能够跟得上去。当然这一集我觉得很高兴可以请到你一起来体验，因为你随时可以请我。真的吗？那以后我们交车那台 Y 的话，也希望可以再请你的体验，我们分享一下。录下来哦，这有证据的、哦，这有证据的哦。对啊，希望也可以让你去体验 Y 跟3的差别。就刚好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想要说，我订了 Y， 那现在3已经有现车，然后价格比较便宜的情况下，那我会不会想换过来这样，或者说给人家的建议，就觉得说，其实可以你买3就好。最终的我的感想啊，就是其实买3的几个出发点，就是第一省很多钱。就它的定价本身就比较低，然后它的现在有现货车多，所以它的这些优惠比较多。第二的话，我觉得它也是有它的优势，就是除了它的空间上的劣势之外，但是因为它的底盘比较低啊，整个车的乘坐感比较低，它的操控感，我觉得算是对比不管任何 SUV 的车型来讲，轿车对比的话，都还是更稳、更舒适啊。另外的话，其实就是如果你今天想体验的就是特斯拉，它的电脑、它的软体、它的这些驾驭感的话，对，其实你买哪一台都一样，你可以从最便宜的开始买，170几万对比现在那个起价要190万，我觉得这个差距还是算蛮明显的。那如果买 Y 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硬需求就是空间，我要再加人跟小孩，那你就要去承受，就是可能要等一下，好，那再就是它的价格起价比较高，得到的汇率比较现在目前比较差一点。那如果你可以等的话，其实我觉得再来的 Y 像是它的后驱版本，其实我觉得它价格也不错，那你可以现在先订，或者是等它后来供货再更稳定一点，那可能这2台可以再来选嘛。那我们讲好了，到时候我们取 Y 的话，希望拜托邀请我，拜托找我，也可以请艾文来跟我们试驾一下。对，到时候我的感受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么的智障。没有，希望今天的影片，这虽然说可能比较长一点点，但是对于很多可能没有接触过电动车的人，没有接触过特斯拉的人，可能跟我一样是第一次坐在特斯拉的车子里面，然后第一次亲自开，希望我的感受可以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艾文一起来体验，谢谢，感谢找我。好，那大家有什么记得订阅艾文的频道，对，一定要去订阅，他的东西质感真的太好。那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也都是算是新手，这样特斯拉的新手，2个都算是。我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接触。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电车的群组啊，LINE 群组，那大家也可以在下面加入，我们可以一起聊天。OK， 最后公布一下，我们刚刚使用的20分钟的时间，其实不到20分钟，不到20分钟。对，我刚刚有听到它会这样掉一声，有点像油车加油断开的那种，对，断开的那感觉，我有听到一声掉一下，对，就已经充满了。所以也让大家体验一下，其实有时候我们讲就算不回特斯拉超充的话，其实到处很多地方。找像这个绿洲的充电，然后就是很方便，在这个好事多的旁边很容易就找到，随时开进来就可以充个电。这样，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国爹，我是艾文，拜拜。